之前的影片中，我们讲到曹操在官渡之战前，凭借逆天的好运气解决了2个大的外患。张绣在贾诩的劝说下归降，刘表后怨起火脱不开身。曹操大战前白捡了2个大便宜，但上天是公平的，运气是守恒的，曹操很快就会明白祸福相依的道理。在张绣归降、刘表开战后的1个月，199年12月，曹操得到消息，被派去南下截杀袁术的刘备反了，还偷袭了徐州，占领下邳，自己高调地出现在小沛，大有进攻兖州之势。紧接着就是衣带诏事件，那个被曹操挟天子令诸侯的天子也准备跳反了。这2个事件对曹操来说都很意外，因为曹老板打心底里觉得他带这2个人都不错，为什么他们要一前一后反了我呢？首先是时机问题，现在确实是背叛曹操最好的时候。曹操和袁绍的实力对比，大家心里都有数，谁也不愿意继续待在一艘随时会漏水沉没的船上。何况曹操手下的地盘也一堆烂摊子没收拾干净，给了刘备足够的可乘之机。由于之前刘备在徐州混过，而且曹操在徐州的名声不说人人喊打，至少也是恨之入骨，因此刘备军力涨幅很快，迅速拉起一支上万人的队伍。刘备这时还主动与袁绍联系，打算合力攻曹。当初曹操开出天价支票安抚的臧霸系泰山诸将，其中有一伙叫昌西的也在东海郡反了，而且臧霸这帮虽然没有叛曹，但是对于自家小兄弟的公然反叛没啥反应。于是就像破窗效应一样，一个地方破了，其他地方的破洞就会接踵而来。曹操此时猛然发现他的漏洞仍然太多了。刘备叛曹后，豫州南部的心思都开始活动了，因为汝南就是袁绍的老家，人家凭什么帮助一个外人欺负自己的老乡呢？于是许昌、蔡县以南开始纷纷响应袁绍。这还不算完，没过多久，身在官渡的曹操收到密信，董承声称自己领受汉献帝藏在衣带中的密诏，密谋政变，刘备也参与了此事。为什么刘备能在关键时刻背后捅曹操一刀呢？因为曹操对刘备是极度信任的，曹操是明白刘备的价值的。灭吕布后，曹操提拔刘备为左将军，而且对他恩礼有加。史书记载是出则同舆，坐则同席。曹操对刘备已经不是厚道了，而是极其看重。曹操为什么对刘备这么好呢？有刘备自身很优秀，比较能打的原因在，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刘备当年在曹操还是个被通缉的无名小卒的时候，跟他一起回老家募兵，算是一起共患难的创业合伙人。曹老板对他有感情。古往今来，大多数声音是认为曹操一直想把刘备弄死，但碍着招揽英雄的面子，所以一直没这么干。但这个观点是错的。其实曹操在兖州叛乱后，对投奔自己的群雄全都是放心使用的。乱世的兵大部分都是私兵，顾名思义就是被将领们私自招募的兵，他们往往是老乡，是能够信得过的依靠。有这种特殊的情感纽带，他们的依附关系往往无比坚固。由于此时的合伙人都是带着自己的私募股本进来的，而且基本无法控制在自己手上，曹操于是也给出了对等的信任和表态。也只有拥有这样的胸襟，曹操才能在这个乱世中立足，成为一代枭雄。自打兖州叛乱结束后，曹操的思路开始变得更加豁达，他根本就没想过要限制谁，来投奔的全都以礼相待，然后全都放心使用，对他忠心有用的，他全都给资源，给前途。像张辽、徐晃、张合这全都是降将，哪怕张辽前面跟过好几个老板，但不妨碍在曹操这成为五子良将。曹操最难得的是他对叛徒的态度，对他不忠心的，就算在曹操给他们机会和平台后，仍然背叛了曹操，这对曹操来说仍然是值得的。是他们对不起我。曹操不仅不亏人品，还让全世界都看到了他的心胸。程昱和郭嘉都劝曹操杀刘备，郭嘉给的理由也很充分，刘备魅力大，手下关张那都是愿意为他死的万人之敌，这货将来不会甘居人下的。但是这在曹操看来都是可以忍受的，有价值的人才只要来投奔我的，一律重用。正因为曹操有这样的名声，才会有后面官渡大战江池中天平的最关键一次倾斜。但是刘备这次背叛曹操，很难说就全是刘备劈腿成性的道德品质败坏，
因为曹操虽然做出了这般豁达的胸襟，很难说完全出自他的本性。曹操完全是因为意识到豁达对当前事业的重要性才这样做的，这就导致曹操偶尔露出了他人格中真实的一面，就是这个举动吓跑了刘备。有一次，曹操跟刘备吃饭，谈论天下英雄，最后得到结论：今天下英雄，唯使君与操耳。本初之徒，不足数也。这就是历史演义小说中著名的煮酒论英雄。曹操这一句话给刘备吓得连筷子都掉地上了。恰好这时候天降惊雷，然后刘备急中生智，说这雷打得真吓人，好家伙，这给我吓的。这事便被刘备这么遮掩过去了。但刘备意识到，曹操如果潜意识里没有杀心，是说不出这样的话的。刘备毕竟刀尖上摸爬滚打一辈子，对于即将到来的灾难有本能的警觉。他一下子看穿了曹操的想法，甭管你现在对我多好，你内心深处原来是想杀我的。小说情节中将曹操描写的处心积虑，其实曹操只是酒后失言，错说了不该说的真心话。曹操在骨子里永远是那个看不顺眼就砸济南祠堂的性情中人，否则他也不会写出那么多富有英雄气概的诗。这种个性注定了曹操无论怎么把自己修炼成老辣深沉的政治家，都会时不时犯点真情流露的错误。曹操就算对刘备有杀心，也没想这时候动手，否则他不会给刘备跳反的时机。在乱世的权力游戏中，只要一丁点的疏漏，都会带来难以想象的后果。感觉受到了死亡威胁的刘备立刻为自己谋后路了，他转头就和董承密谋在一起，搞出了衣带诏的阴谋。但是刘备觉得还不保险，就借口袁术要和袁绍会合，申请截杀袁术，当场带兵跑路了。刘备一溜烟逃到了下邳，杀了徐州刺史车胄，留关羽守下邳，自己去小沛，再度占领了徐州。刘备认为这回守城的是二爷，肯定后方没问题了。但是这回是他自己出问题了。刘备反了曹操后，短短时间已经达到了数万人规模。曹操先是派司空长史刘岱、中郎将王忠平叛，被刘备击退。刘备还比较杀人诛心的对刘岱等人说，像你这样的再来100个也不好使，曹公即便亲自来也不一定弄得动我。曹操这时候很头疼，因为眼看袁绍要打过来了。这个时候郭嘉出来说了句预言，没问题，袁绍这人优柔寡断，肯定不会偷袭咱们的。但曹操决定亲征刘备的原因不是郭嘉说的那么简单，真正原因是因为刘备手下还有关羽、张飞这种猛将，再加上之前在徐州混过好多年，一旦让他站住了脚，整个东南即将永无宁日。用他自己的话讲，夫刘备，人杰也，今不击，必为后患。何况如果曹操要亲征刘备，还有水路可以走，他此时在官渡，他可以通过水路坐船杀到小沛，全程还是顺水，战术上是有优势的。曹操决定不管袁绍这边，先打刘备，是刘备没有预料到的。刘备前面之所以大放厥词，主要因为他判断曹老板根本不可能来。结果等侦察兵报告曹老板亲征后，刘备大惊，先是不相信，然后自己带着警卫团侦察后发现克星真来了，于是一枪不放的扔了部队，自己撒丫子跑了。随后曹老板轻松笑纳刘备帮他招纳的部队。刘备逃跑后，曹操迅速水陆并进推到了下邳，主力都让刘备带走了，这仗关羽还怎么打？所以关羽不出意外的被曹操俘虏了。然后历史上三国时期最大的谜案出现了。面对如此巨大的战略优势，袁绍以幼子有病为理由拒绝出兵，这也是后世许多人骂袁绍傻逼的原因。他们没看懂袁绍的意图，曹操好不容易放弃，他先去打刘备了，怎么能让曹操变主意？如果曹操还没跟刘备接战，他就南下了，曹操能从水路随时支援回来了，根本不可能再和刘备去交战。袁绍必须给曹操留了去徐州的时间，给他打刘备的时间，让他陷入战争拔不开腿之后再出击。只要打过仗的人就都会这么选择。但是袁绍唯一的失算在刘备这，只要刘备坚持住了哪怕半个月，曹操就将陷入极其被动的两难抉择。这是官渡之战袁绍的第一个大杀招，但他没想到刘备甚至都不挣扎一下，扔下队伍和二弟直接逃跑了。刘备为什么要跑？具体的内情我们已经很难再知道了。这是刘备第一次冥冥之中决定天下大事的走向。他但凡在徐州阻击上几个月，
袁绍肯定就摧枯拉朽了，三国也就没曹操什么事了。可是历史没有如果，